赤焰冤情已雪，后续的处置，不知各位有何想法？首先，自然是陛下要明堂宣旨，昭雪齐王、林谢等31位文武官员的大逆罪名，并将这冤情抵传各地。殿下，陈妃齐王以及嫡系子女的遗骨应该迁入皇陵，恢复林氏宗祠，照例恢复贡享，幸存将士复位复爵，加以赏赐。死难者家属应有礼部给予抚恤。殿下，首犯下江、谢玉以及从犯若干人，判大逆罪，按律应处以凌迟之刑。只是谢玉已死，不能追究。溧阳长公主首告有功，其族亦可恩宽。很好。殿下还有什么吩咐，我们也一应办了。我打算于后日，在太医皇家寺院设灵坛道场，由陛下率百官亲临致祭，以安亡魂。陛下同意了。我刚刚进宫回来，陛下已经同意。你们准备一下吧。是。想必你已经计划好了。没错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们先去霍州抚仙湖品仙露茶，住2天，绕到秦大师那儿去吃素斋，修身养性半个月。我们再沿沱江走，有小灵峡，那座山上有佛光，我们在那儿守个10来天，一定能看得到。再接着，我们去凤栖沟，带着飞流去看猴子，正好。魏明、朱砂和庆林，我们很久也没有见面了，顺道我们去拜访拜访。秉真婆婆的腊花生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吗？回狼牙山之前，我们先去拿2盘子，然后呢？行了，照你这种走法，回到狼牙山大半年都过去了。大半年又怎么了？你把时日算得这么清楚，又有何意呢？你信我，我们就这么走。能不能最终走回狼牙山，这也完全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，不是吗？那好吧，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。等祭典完了之后，咱们就出发。那咱们可一言为定。那既然过几日就要走了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准备什么呀？是我去，又不是你去。就算是你跟黎刚没有什么亲人牵挂，也不想官复原职，拿朝廷的赏赐，你们也不用总跟着我吧。江左盟还有一堆事儿呢，你们都不管了，还要我去管？这次我就带飞流去，你们都回廊州吧。宗主，飞流还是个孩子，他可不会照顾人。不是还有令臣吗？令少阁主可不是那块料，您不照顾他就不错了。哎，人在这儿站着呢，说谁呢？宗主，反正黎刚和我，您得带一个。出门在外只带一个孩子，还一个没正经的，我们死也不愿意。你想什么呢？他是你们的宗主，让你们回江左盟，你们就回去，还敢抗命？还想跟着我们出去玩？美死你们了！不光门儿没有，窗户也没有，老老实实滚回你们的廊州，给盟里干活去。如果真要说有人跟着，那也得是宫羽姑娘，她去才是理所应当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两全其美啊！他们嫌我不正经，没人跟着呢，又死都不愿意。你们盟里这么多事情，他们2个也确实走不开。所以说，宫羽姑娘跟着最合适。你别胡闹了，真要带一个人选多的是，跟一个姑娘多不方便。女孩子细心嘛。好了，你就当做是带了一个丫头。哎，你这种少爷出身的人，可别告诉我你没有使唤过丫头。别听他的啊，不许跟宫羽乱说。真是不解风情。哎，飞流啊，马上要跟你苏哥哥出门去玩了，高兴不高兴？还有你令臣哥哥呢，
这个小没良心的。与南境上群对峙。夜行叛乱，地方督府被杀。本营铁骑无问，已破阴山口，直入河套，逼近潭州，告急！军情紧急，朝廷可动用的兵力是17万，军资装备如何？殿下，邢台军大约2万人的甲胄不全，现兵部已经备好，很快就能配齐。那钱粮方面呢？从接到第一封急报起，臣便开始筹措军资，已经想了几个法子，只要殿下同意，臣便开始实施。不必细说了，赵准，你加紧办吧。是。诸位军侯有何想法？殿下，如今烽烟乍起，这一时实在是难以全面的应对。臣等还是主和，应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啊。主和，素来只有文臣主和，武将主战，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？这战事刚起，领兵的军侯就要主和。郡主，这并非老臣怯战，可这
这只有区的17万兵，要面对大禹、东海、北燕、叶秦，这兵力实在是不足啊！兵力并没有什么不足，真正不足的是主帅。只要有堪当大任的主帅，这有限的兵力就能发挥出超常的战力。诸位君侯，现在正是各位为国分忧、建立军功的时候，不知哪位卿家有意请缨呢？诸位君侯，都是我大梁朝廷倚重的高阶武将。当年我改行兵马制的时候，大家的意见不是很多吗？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？冯国公，你说呢？殿下，臣已经老迈，难当此重任，还请……那怀义侯呢？臣也年迈，只要微臣可以做的事情，万死不辞。可是这领兵迎敌，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怀义侯，我还有事要找你呢。你的玉龙马场不是有700多匹马吗？听说还是按照战马的标准驯养的。去年春猎的时候，你还说要王公亲贵、世家子弟都到你的马场来买马。沈大人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今天早晨我还跟管家说，让他把草场里的所有良马清点一遍，朝廷肯定用得上啊。微臣家的马场虽没有怀义侯家的大，但也能尽些心力。好了，各位君侯府上有什么朝廷用得着的东西，下来直接跟沈追说吧。守卫北境的上阳军新败，齐都帅阵亡，军心不稳，朝廷急需一场速胜来稳住大局。所以本宫想，请殿下三思。如今国事危殆，陛下又郁体不安，正是需要殿下坐镇京师的时候，万万不可轻出啊！是啊，万不可呀！不可呀，殿下！殿下，沈大人说的对，东宫乃国之储本，万不可轻出啊！是。朱钦的意思我自然明白，可是皮之不存，毛将淹覆。大梁的生死存亡，岂不比我个人的安危更加重要？景睿，玉金，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我想你都听说了，边关告急，朝廷募兵，当下正是男儿用武之时啊！我爹已经准允我了，所以我准备去。所以，你是要去兵部的募兵处？正是。唉，看来我是甩不掉你了。走吧，走。你此去，家中都安顿好了吧？你不能去，不是我信不过这个皇上，是他根本就不能相信。攘外必先安内，你一旦出城，京城必定大乱。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懂？可是景琰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好，你说。我粗粗排了一下，魏征通晓水战，派他去东海最为合适。叶秦只是借选之患，地方军足矣。至于南境对峙之举，只有你亲自回去，才能应付局面，避免南楚妄动，不让朝廷腹背受敌。霓凰明白，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。其实现在最难的还是北境。此次拓跋号率5万铁骑一路狂飙，
后备军序一定有问题。他们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取得胜果之后和我们谈判，想取得金银财帛，或者是收回40年前割让给我们的3州之地。拓跋号此战最主要的目的，是为了让七皇子赢得威望，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。只要我们以快打快，挫其锐气，就一定可以逼他退兵。要论以快打快，聂风、疾风将军之名可不是浪得的。其实聂大哥的话，旁人听得不太懂，但是东姐已经听得十分顺畅了。如果让他们夫妇2人同行，再配上几个好的校尉偏将，拓跋号绝对讨不了好。现在北燕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大禹呢？既然你不能去，我想不行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带兵出征的。你现在担心的无非是我的身体。静妃娘娘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身边还有一个好大夫，这段时间她已经帮我调理的差不多了。更何况，如今的局面，我怎么可能任性逞强？你要相信我。兄长，好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把那个大夫叫过来。他如果当面跟我说你可以去，我就同意。如今国难当头，主帅一职只有我能胜任，我必须去。马上进入冬季，战场又在北方，你勉强要去，你又能撑几天？3个月。我知道，魏征带来的冰絮草不能久存，你把它制成冰血丹了是吗？制成丹药又如何？谁说我要给你用了？我知道，以你的医术，我根本用不到冰血丹。如果没有这场危局，或许我可以安稳的度过半年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不是或许，是可以。我知道我可以。长苏，旧案已经昭雪，你加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。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吧？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，偏要放弃？这不是放弃，而是选择。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。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殊的结局，回到北境，回到战场，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。我不认识林殊，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，不是林殊。你自己也说过，林殊早就死了，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。你要终结掉梅长苏吗？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可是林殊还有他的职责。如今北境烽火正炽，朝中无将，作为林氏后人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血草，就许我3个月吧。那3个月之后呢？3个月之内，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，重筑北境防线。此战之后，景琰可以重新整治北境军。大梁的军力一定可以恢复到鼎盛时期。我是说你，3个月之后你呢？这冰絮丹一旦服下去，是可以以药效激发体力，但同时也是毫无挽回余地的绝命毒药。3月之期一到，就是大罗神仙也难多留你1日。那又怎样？我毕竟是林殊，虽然13年过去了，可我还是赤焰军的少帅林殊。我要回去，回到赤焰军当年的战场。我要回去，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。
选择也罢，放弃也好，这都是你的决定。随便吧。你去哪里？朝廷的募兵处应该还没有关门吧？我先去报个名。长苏，我答应过你要陪你走到最后一日。你虽失信，我却不能食言。等有了军职，请梅将军收我当个亲兵吧。你总说你不认识林殊，我相信你在认识他之后，一定不会失望的。西风夜渡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梦里。思君不见，悲思君。别离难忍忍别离。狼烟烽火何时休？成王败寇尽东流，蜡炬已残，泪难看。江山为郎红颜旧，人别离，不忍却又别离。托鸿雁南去，不知此心何寄。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悠悠。狼烟烽火何时休？成王败寇尽东流，蜡炬已残。我没有骗你吧？令臣都说了，我的身体并无大碍，你就别再犹豫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以蒙挚为主帅，有你在旁带他统筹全局，确实是上家的安排。只是，我此去随行帅帐，又不上阵厮杀，你不用担心什么。我不是担心你应付不了战局，可是你知道，打仗行军，那是需要体力的。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怎么可能临危请命？如果在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我倒下了，我怎么对得起蒙大可，对得起前线的战士和大梁的子民？道理我都明白。只是以前，我们都是一起上战场，我还从来没有眼看着你出征，而我却只能留在这里。上一次看他出征没领，我也就你这么大，
那时候我以为我的林殊哥哥是一个往来不败的少年将军，他很快就会回来，会陪在我身边，等我长大，娶我过门。没想到这一分离，竟是13年。北京是我最熟悉的战场，大禹是我最熟悉的敌人。这13年来，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动向。没有人会比我更有制胜的把握。作为一个明君，你要知人善用。此一主帅的不二人选是林殊。可是13年了，13年的分离呀，对你、对霓凰、对每一个人，都太艰难。只是这一别，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。其实，在很多人眼里，他重回京城，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他永远是金陵城内最明亮的那个少年，永远有着一颗九死不悔的赤子之心。我愿意支持他，听从他，让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这次出征，请你一定要在他身边照顾好他，一定。皇长兄当年一心只愿江山繁华，百姓安康。你如此相信我能够成其所志，做一个以民为重的好皇帝，那就尽你所能，安然无恙地回来。我绝不会让帝王之位动摇我的本心，但我仍然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，亲眼看着我，去开创一个不同的大梁天下，好吗？当然。兄长不要忘了，你答应过我，要带我一起寄情山水，周游天下。待战事终了，你一定要先来云南。
我知道，兄长胸怀家国，只要天下还有狼烟纷争未了，你我就不能像平常儿女般厮守。都说圆雪三生，希望来世我们都可以生在平常人家，可以平淡安稳地携手终老。兄长此诺，来世也一定要记得。此生一诺，来世必见。青砖黛瓦不计秋，草木无情不欠烦忧。当时烽火中，痕迹几多残留，一袭白衣寄故人，真情此时休。几月清风，狼牙榜首，谁记昔年策马风流？是在疏忽过几回魂梦旧游，有多少冤魂只求那换代清秋。尔虞我诈都无论缘由，本换作尘往百口。这风雨一路，他只引独走，抛却欢喜悲凉感受。尘埃落定后，提将回首，万千过往老心头。暗香悠悠，江山皆没入一眸。筑墙共生，人心难修。黑白纵横，杀伐无忧。权倾谈笑边，妙计敛藏于袖。俯首算尽天下事，当饮一樽酒。病故一生，未雨绸缪。心中算谋，几人看透。纵年寿难有，无愧一生所求。自据他关山千重，将前尘回首。泣血书千轴，悲歌长彻。战骨虽尽志不休，且待赤焰归，征军再从头。手握山河，家国依旧。恨长江，换却离愁。情与生风骨同守。此血人言，此生豪情人为首。泣血书千轴，悲歌长彻。战骨虽尽志不休，且待赤焰归，征军再从头。手握山河，家国依旧。恨长江，换却离愁。情与生风骨同守。此血人言，此生豪情人为首。情义千秋，在梅林雪间长流。
来，到祖母这儿来。真乖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快起来吧。天生哥哥。哎。天生哥哥来追我呀！你慢点儿。你看呀，这两个孩子玩得多好啊！你慢点儿。是啊。别摔着了。高公公，您年事已高，该多加件衣裳。您看，起风了。不是起风了，是在这宫墙内，这风从来就没停过。奉陛下之命，得众将之力，已将征北驻军和原上阳军全部整编完毕，请陛下为新军赐名。